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立委李旋风，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今天下午等等5点10分，很有可能台北地院这边就会出来告诉大家柯文哲的羁押庭结果。在刚刚的检方的讲法是说，他们平常心以对，至于柯文哲的律师则是海尽力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记者李杰在地院的一个最新报道。好，刚刚看到是在地院这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记者呢，几乎都已经开始突然的工作起来了，因为这个庭是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的，它其实比预定的这个2点半还要早一点点。那现在知道的是开了2个半小时。今天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今天的法官不一样。好，今天的值班法官呢是这一位说曾经自称是绿色法官的吕法官，叫做吕正业。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呢，他们说吕正业是值班法官，那已经受理了。他其实是昨天接受到的，今天早上呢，他们先召开程序庭，那下午开羁押庭。那讲到绿色法官，大家就觉得，那会不会政治办案啊？北院昨天就赶紧跟大家来澄清，说其实呢，什么绿色法官这他从来没说过，是不是留给大家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你会问这4个字哪里来的？时间必须要追溯到2019年，当时前民进党的党主席施明德，他是因为跟王世坚2个人的互告案，他提到了说，这个法官告诉他，我是绿色法官，你不答应和解，我下午就判你输。结果他后来真的就判他败诉。可是当年北院也有澄清说，他们有去调阅了现场的庭的录音，并没有这样的发言。而另一个呢，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则是他先前在办案的时候，曾经因为违反办案程序还有法官伦理，所以呢有被监院给弹劾过。那现在呢，大家就来看到底今天的这个最后判决跟上一次，因为他所有的举证的证据都必须要回归到2号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不能够再提出一个新的事证，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陈文茜昨天是这样讲的，他认为他的观察是北检好像想要替民进党毁掉柯文哲，甚至呢还说检方的办案很没有常识，最主要原因就是证据没齐嘛，让人家觉得就是急着再抓柯文哲，好像想要毁掉柯文哲。尤英龙甚至直接讲了，今天去很有可能就变成他妹妹讲的烈士啊，说现在是柯文哲上断头台前的时刻，好戏才刚开始。那当然今天的一个结果就2个，一个呢就是羁押，那真的就被扣给别，那另一个呢就是交保，那交保的金额也会影响到最后大家怎么样来看这个案子。目前呢，如果真的被羁押的话，先前民众党有一个案例是被羁押之后开除党籍。今天上午的记者会，大家问到民众党的钟评委，他的讲法是说，因为柯文哲正在请假，所以没有存在这个问题。目前大家团结一致支持柯文哲。那这样的回应，他会说真的有回应吗？而这个案子呢，办到现在为止，其实检方持续的在征询或者是约询所有的不同的，可能是被告，可能是证人，那事证持续的在增加当中。现在呢，林周明在前几天上政论节目的时候有讲到，说其实呢，他比较有经历的是大巨蛋案。好，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做大巨蛋案的时候，柯文哲的办公室时任主任叫李文宗，甚至呢对他咆哮，要他离职，原因是因为他施压要求更改大巨蛋的督审记录。那李文宗在这一次其实是有出现在案子里面，只是不是清华城案，而是政治现金案。如果那个时候他也当过他的办公室主任的话，现在政治现金案被200万的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电子监控，那他对于当时柯文哲在当市长任内的这一些经过，他真的都不知情吗？如果是政治现金案，真的需要到重保然后电子监控吗？而目前在高院发回跟裁的这些书里面，他其实呢也有提到说，朱雅虎可能是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因为现在发现他跟应小薇有一个对话记录，所以来举证说柯文哲他应该有涉及其中，所以我们把这些关系人放到这边列出来，那是不是政治现金案跟金华城案现在的金流会串联在一起？其实看起来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真的
金流会勾起关系的话，会不会最后是串在一起来看？要请教一下亮哥，因为呢，等等大概在5点10分，好，现在5点6分，5点10分的时候，很有可能地院这边就会出来公布今天家庭的结果。这个案事实上有点冲促上马啦。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应晓薇跟沈清清看来要出国嘛。那可能就是消息走漏。那这个消息走漏当然也是北检的问题啊，为什么人家会知道啊？那甚至应晓薇不是在台中清泉岗被拘提吗？对不对？所以到那个时间点，他们所掌握的金流就只有沈进金进入应晓薇的账户，就最后1个月那个4500万。其他所有的人的账户钱是怎么来的，他们都不能证明是从金华城去的。问题在这里嘛。所以陈文茜才会这样讲嘛，说你主要是要办彭正生跟柯文哲啊，那结果他们的账户的钱或者是现金你都没找到，也不能够证明金流，那你为什么要启动这个案子呢？可是这个北检就是他很无奈啦，就是重要的证人如果这2个人走了，那他怎么办？他搞不好就没有办法办了。可是这2个人你一旦把人家约谈，然后做了羁押，你后面就启动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他就启动了55路的搜索嘛，那结果搜索了柯文哲4个个人的地方，那没有收到任何的现金啊，就是这个状况嘛，所以就卡住了嘛，那坦白说啦，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收到金流才能办案，因为我们有图利罪，可是台湾过去图利罪定验的比例只有30%，那通常都是下属啦，或者有录音带啦，干嘛啦？反正就有明显的指向，就是你决策的啦，那这么大的一个案子，然后柯文哲又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那你现在就要用这样的一个，现在你们都没有直接的物证，比如说便条，比如说林周明讲的那个便条，那个怎么会构成证据呢？柯文哲说不要让公务员犯法，这个不是很好吗？这公民与道德啊，所以你都没有直接的物证录音带，然后你现在就要说，各种人说，柯文哲这个有做决策，或者他有干预，或者他是知情，那你这样就要做羁押。坦白讲，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你信不信任柯文哲了，而是陈文茜他讲的很对了，就是说，本来是你信不信任柯文哲的问题，现在变成你信不信任北检的问题，所以变成好像我对于北检办案的不够周延，那我要怀疑我这种人变多起来了啦。所以为什么有人做那个声量的调查嘛？说最近柯文哲好像有上升嘛，满血复活回归。对了，可是并不是支持柯文哲回归啦，是对北检办案的这个草率、粗暴，或者是不周延感到不满，是这样的情况那坦白讲，因为柯文哲好歹也是在野第3大党的党主席所以国际也在看而且你现在都拿民主台湾当作抬头美国 AIT 也有出来讲话对不对？人家干嘛讲话？我觉得美国人也是很懂的啦，日本也在看我就刚刚跟你讲了嘛，美国跟日本没有图利罪啦，他就觉得说你怎么会找不到金流呢？因为我们又不是法国，又不是意大利那他们就会难以理解这个案子。就好了，柯文哲有介入了，那柯文哲现在的账户查下来，他短少了136万没多钱还少钱。是啊，那请问沈庆金给他的钱在哪里有人会这么蠢吗？我1毛钱都没拿到我还帮人家把它提高到840，那这个逻辑何在啦？我觉得现在这个案子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就说你也许会看到很多蛛丝马迹，觉得柯文哲逃不掉可是你就没有找到钱问题在这里所以人家就会觉得那个合理性不够啦连彭正生6年财产增加了2400万，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是不是来自金华城，
所以你这个北检真的就是冲处上马嘛。那你查到的都是沈庆基跟易小薇，他是行贿者。对，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他是不是行贿者啦，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受贿者。对不对？他只知道说沈庆基有汇给易小薇那个钱，结果沈庆基人家老神在在啊，他说我那是慈善捐款，真好。怎么不捐给你，不捐给我？一个月慈善捐款4500万，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因果关系嘛，问题在这里嘛。所以现在整个的办案的情况，你就是觉得就是有点像一个荒谬的场面嘛。就是金流你只看到沈庆基给他4500万，那一定是去 do something，那可是却说不出 do 了 what 什么事哦。都纪委员有拿到钱吗？还有谁拿到钱？都不能证明，就是这样啊。法院之前、司法之前讲的是证据，讲的是你到底查到了什么，能够让他一刀毙命。再等等呢，应该是5点半前，整个发回地院更审的结果裁定将会出炉。在刚刚检方这边出来讲说 ，OK， 一切平常心。柯文哲律师出来则是说，他们尽力了。但今天的结果一定会在台湾的政治上面，除了说呢大家讨论之外，可能也会有一些后坐力。来请教一下盛峰老师。这样子对这个案子大概社会现在比较持平的看法是这样：第一个，检察单位很粗糙，这个大概没有人认为他处理得很好。这种粗糙呢，是因为是在柯文哲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得更清楚。其实，在很多小老百姓的身上，只要你进去，你就知死啊！那种粗糙的手法，那种翻到官府你就找不落的命运了。这个大概很多人感受是很深的啊。这也就是我因为这个案子3个党我都要严厉的控告、严厉的控诉，因为每一个党都有被人羁押过，每个人都说办蓝不办绿，办绿不办蓝，现在是办白不办啥。那你们当时有权利的时候，你们的司法改革做了什么？不要再叫了。今天之所以会造成你今天这么痛苦，就是因为你呢完全没有尽到司法改革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柯文哲是焦点，你看到了，其他的小老百姓的受苦谁看到？第二个，社会大家相信的事情，不认为柯文哲有讲真话，这个大概有很强烈的共识，只是证据在哪里而已。法律是这样子嘛？法律判有罪判无罪，不是他真的有罪或是无罪，是证据不能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无罪，就这样子嘛。这是法律很重要的概点嘛。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柯文哲的信用是大力的降低，因为没有人认为这个事他不知道。你看今天联合报就提了嘛，3个不知道嘛，他讲的不知道以后，马上有3个他的幕僚先露出来为他的不知道做定义嘛。那为什么？是吧？那么很简单的一件事嘛，一个这个主持会议的副市长去把这个案子从560变成了这么多的时候，变成800多的时候现在也有人讲说是600多了不管是哪一个，那市长不会问一下，这个很合理吧？想到检改还追，这是672对，就有人有人说600多800不管嘛，反正增加出来的都是用100亿的单位来做计算。这个时候作为市长呢，不会问为什么你给他通过这么多道理在哪里？不然这大家开会决定了，然后你就说那就好。我看我刚刚表演的那一段，应该很多人不会听吧？我还记得当时他在修理这个谁这个郝龙斌的时候，郝龙斌就说这个事我不知道，他当时说在去细也恶了，大概是这样的讲法。就你对于一个有权力的人，在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上，一个有决策力的人，然后他脱口说不知道大概大家都不会相信的。第3个，这个案子里面呢，因为站在柯的立场，他们有没有事先排演？说没有排演是骗人的啦。这合理嘛？这是人性嘛？我应该怎么办？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们的法律是规定24小时嘛，就要做决定嘛。
那就是你被政治羁提有24小时，事实上只有18个小时，因为6个小时要做裁决的嘛。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他进去这个这个检察署的时候，不好意思，盛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下，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好像在网络上面已经传出有羁押庭的结果出炉了。这是呢，在刚刚网络上面说法院这边法官应该是裁定羁押禁见、收押禁见。好。这个呢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画面当中的左手边，这是在地院这边的一个最新刊版，才准许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也就是所谓的羁押禁见。在今天柯文哲第2次的羁押庭，早上的陈序庭呢还讲说要回到2号当时的一个法律当中的证据。好，现在最新换了一个法官，换吕正彦法官之后，目前给他准许羁押禁见。来请教一下亮哥，今天这个结果出炉之后，当然大家就会有非常多的讨论，您怎么样来看？羁押，羁押，我本来就认为羁押几率高一点啊。你觉得比交保高一点？比重保高一点。比重保高一点。对。我这个羁押当然就是，我就跟你讲嘛，民众党后续就是政治攻防了啦。对。因为接下来法律也没有办法攻防啦。这个案子就到这里了嘛。那我刚才已经讲了啦，民众党一定会在这个立法院啊，那就是跟司法系统跟媒体做对抗嘛。是。那相关的单位就是你刚好要提大法官的人事嘛，包括司法院，然后还有 NCC 的这个人事啊，然后据我了解，他们也会集中会到司法委员会做一些质询啊。对。那这个会不会联动到国民党，我并不清楚啊。因为国民党现在还在忙着做谢国良的那个罢免案的努力嘛。那这个羁押之后，到底民众党怎么样重新开始，这也值得观察啦。是。因为他一定要对党中央的权力结构做处理嘛。那刚刚讲到说这个李伟华不便回答，那是因为事情还没发生啊。对。那如果发生之后，他可能就要依照党章处理了啦。就是中央委员要互推，然后选出一个代理主席啊。你总是要往前走嘛。那这个羁押，反正事实上尤英龙老师也讲了一个点，蛮不错的。对。他说柯文哲就去准备一审的辩论吧，因为一审辩论是对整个社会公开的。是。那个就是他的机会了。就是你大概就准备写一个告全国同胞书吧，准备在一审的时候好好把你对这件事情的整个的感想把它说清楚了。大概是这样啦。事实上，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政治人物啦，是，就是受到了这个司法的对待啊，他当然会认为是压迫。然后在一审的时候，借由这个雄辩滔滔，那感召了部分人呐。那民众党当然为了要走这个路啊，他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啦。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司法迫害了。那之后你要做什么，要怎么定位自己了？决定说，台湾的司法改革是不是从这里找到一个新的动力？这样。就是看后续，因为其实民众党他们在立法院里面是有8席立委的，就后续会有哪一些的政治攻防？好，包括了其实呢，在今天必须知道这是第2次的羁押庭。那第2次的羁押庭早上的陈序庭的时候，法官还特别强调了说，后边你们在检方抗告之后所提出的这一些证据，现在是不适用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庭审之后的结果是仍旧判柯文哲羁押禁见。那我想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了，原因是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当法院上面讲证据力，而这几天你也看到在高院的这个让他发挥根才的当光书面文字当中，他有提到，包括了朱雅虎，包括了应小薇，他们有一些关键通话，包括了柯文哲他随身的通信当中呢，可能有透露出哪一些的蛛丝马迹，这些会不会就是造成在今天结果跟上一回不一样的重要原因？这样子，今天刚好来上节目之前呢，跟的4位大律师啊，有一个事情开会在做讨论哦。那这里面呢，有大律师事务所的所长，
有这事务所的合伙人，都是很有经验大律师，他们当时就赌500块钱了，赌500块，就是说到底今天这个案子会怎么样子？结果很好玩，3比1啊，3个认为会交保，那1个认为会羁押。那这个会认为羁押的人，他是从操作面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地检署提的时间。他因为轮值法官是有排表的嘛，他们清楚的。那我要在什么时间、什么适当的人来递这个案子，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律师他对于这个法院里面的每一个法官呢，他们的这个性格什么等等，他们都蛮用心研究的啊。的情况下，他认为羁押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啊。所以是法官。对，就是说对，因为在做诉讼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哪一个法官承办的，那必须对他过去判案的这个经历啊，要做一个整理嘛。这个事务所最大的能量之一，就是对这一些法官都会做一些记录跟规整。对，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认定会羁押啊。OK， 那所以呢，这个显然的这个我也参与期间，显然我有一碗牛肉面可以吃了啊。OK， 那不管怎么说。从头一开始，刚才我的话没讲完的部分呢，就是从一开始，柯文哲就是在做政治性的操弄，所以这个时候地检署你必须要在法理上要站那样。什么叫操弄？就我被 A 谈的时候，我没有抗议，因为是 A 谈我是可以走的，你没有拘束力的，可是被 A 谈了到那么长的时间的时候，他才说我要回家了，然后就逮捕，那24小时的计算就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是，可是外面的人知道这一种规则的不多，知道就是说，怎么进去啊？被搞了那么久，3天，事实上没有办法3天的，但24小时从那个时间算起，还有加上裁决的时间，事实上最多只有18个小时。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准备采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所以你看，所有的外面当时抗议的人早就一个讲法嘛。怎么可以这么样子？这个超过24小时的零内，那怎么可以等等？事实上，这个是在他的规划中，所以这个案子呢，现在进到这里，现在呢，检调也好，法院也好，尤其是检调，那你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否则这个案子的政治操作性有没有？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前提的条件，因为前面已经弄了一个印象了嘛，3天了，多恶极了，70几点钟有没有？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印象已经形成了，那是让法律上是司法单位没有违法，可是印象形成之后，就看你要怎么办因此呢，能够让不政治破坏的前提，就是不要再粗糙办案了，不要再耍宝了，好好的拿出证据，说人家有罪就拿出证据，不然就还人家清白，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不是保护柯文哲，这是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所必须要的。第3个是柯文哲也好，民众党也好，今天面对的很多事情，不能再用便宜行事过去了。比如说有羁押，那就必须要这个怎么样，就要处理党前党籍的问题。那柯文哲你可以不处理吗？这个他们马上要面对了。当然你有一套解释了。我这个是政治破坏什么？那另一套解释是你家的事情，社会的看法。第2个，到现在为止，我再重申的说一次，为什么增加这么高的容积率？作为台北市政府，没有向社会说出一个增加的理由跟正当性在哪里？增加的结果是我商人得利啊，那为什么让这商人得利？这个得利性我台北市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啊？那这一个正当性到现在一直没有交代，而一个 broker 就是一个中间穿梭人，有4500万的汇款，大家就会想 broker 都4500了，有没有？那其他呢？所以等等，你们也有很多必须向社会交代清楚的地方。柯文哲在刚刚是确定的羁押警戒，他律师可以提抗告，律师可以再提抗告，可是律师今天出来说，他讲了3个字啊，说尽力了。其实攻击啥里出来时，跟大家心来差不多无所啊啦哈，因为就是这样嘛，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法律上面，高院抗告大概也不会过了。法院上面就是攻防，那讲的就是证据力。那其实今天呢，民众党上上下下一定都揪着这一件事情。画面上所看到的是民众党的这个立委，
黄国昌今天下午在接受直播访问的时候，其实手是一直在滑手机的，一直滑到突然之间跟我们刚刚一样，快讯一跳出来，羁押禁见的时候，脸色一沉，水公拍谁？我被邓来开会啊！党中央这边要开会。亮哥，其实今天早上在立法院大家都在问李伟华嘛，到底这个是会怎么样？那先前你们自己有党员被羁押的时候，你们是直接开除党籍，现在是请假中的党主席被羁押了，那民众党第一，他该如何来应对？因为这对于一个成立5年的政党来说，其实呢还算是一个他们自己内部的大风暴。第二，之后的柯文哲，目前全党说要挺柯文哲，相信他的清白，但是人被羁押禁见至少2个月嘛。那这段时间要如何来度过？中间会经历的还有9月20可能会开议的立法院。这个我觉得最好是由柯文哲自己表达意见。因为坦白说，现在的情况，这个全党一定会相当充满了悲情意识啦。我增加烈士啊，不那个发现了嘛，还没有烈士啦，太早，还不确定有罪，好不好？好，反正就是因为这个是政治的事情啊，是政治的事情，如果是由你说中央委员来互推立刻选一个代理主席啊，一定有人反对啦，那你就是有内争嘛。因为有人就觉得说，还是让柯文哲来做决定啊，我觉得一定会有这种意见啊。那我也觉得柯文哲应该要，反正你还是可以见到那个绿建的律师嘛，是啊，那透过律师来表达看法啊，还是可以啦。我是觉得最好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柯文哲听不到了啊，可是就是。以目前的情况，我觉得民众党现在大概没有办法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了。因为现在也不是，他现在大家就集体决策啊，对不对啊？那因为立法院也快要开议了，对啊，所以还是先讨论。事实上，他们已经公布了一些优先法案要走嘛，是那这个接下来大概就是先讨论目前的因应的方式啦，比如说。要不要继续举行群众集会啊？因为一定有一些这个小草非常不满。他们今天申请了路权。这个是今天啦。对啊，我们讲的是以后啦。你讲的是以后 ，OK。这个政党一激进起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这个以前民进党也发生过啊，比如说苏治芬那一次，他也是判定被那个。他是拒保，没拒保，结果那边不是绝食静坐，对，苏治芬绝食了200多个小时，那这个就是一种策略的因应嘛，那结果后来就那个检方就起诉的时间缩短，他是我印象中大概是11月5号就是交保嘛，600万，他拒绝，那拒绝他就被押到看守所，然后他就开始绝食。结果他开始绝食之后，检方有压力啊，所以就在第9天嘛，好像是14号，就立刻起诉苏治芬，然后无保请回，变成这样啊。所以我说，你把柯文哲继续羁押在看守所，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定时炸弹啊，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检方最好加快你的起诉程序了。那个郑文灿的起诉程序非常快啊，是只有46天，对不对？7月11号羁押，然后8月27号就起诉了嘛。那起诉郑文灿不就交保了吗？是，对不对？2800万。所以我是觉得，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啊，所以我觉得最好是加快起诉了，不然我认为就是一个会是一个不确定的定时炸弹。好目前的时间点是5点36分。现在说呢，在这个法院外面的小草聚集人数其实不多，但是他们都表示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结果。而在今天呢，其实庭上他们从早上的程序庭，然后到下午2点开始开羁押庭，到4点40分就结束了。所以换句话说，2个小时40分钟，其实开得蛮快的。最后呢，5点17分就预知结果。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其实
他到底有没有再提出一些新的攻防，又或者说原本的这个市政重新的再过一次之后，法官他其实就已经给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因为双方律师、检方一定还会有彼此之间的法律攻防，比如说提出抗告啊等等等。画面当中的左手边现在呢，也是在刚刚在网络上面已经有人讲说有看到囚车开进去了。等一下，如果更最新的内容，我们会随时带您来看。但想要先请教一下盛峰老师，您怎么样来分析判断？第一个，现在先松一口气的人叫王志坚了，因为他不用高亢弹调了啊。这个当然这是一个笑话。第二个呢，这个案子啊有法律的层面，但是也有政治的意涵在这里。而政治的事情从来不是1+1等于2啦，从来不会用不能。假如用1+1等于2的角度来看呢，那你就会误判。也就是说，柯文哲现在他被羁押了之后，他要用什么态度来回应这一件事情的本身？一个就好吧，那羁押了我就羁押嘛，我就等法律程序嘛，这是一个。一个呢，我就把羁押当作我政治斗争的开始嘛。因为我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他从一开始被收手，然后被约谈之后，他装傻，就让你这样谈了几十个小时之后，才说我要回家，然后才开始启动24小时的法定程序啊。你认为他们没有想过，没有规划过？以柯文哲政治上这么久的身份跟历练，他今天被羁押进去，千万不，尤其很见猎欣喜的人，千万不要认为事情好像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搞不好这是事情的开始。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说了算，这一切的一切当然都是在这个谁啊，柯文哲的本身要用什么方法来因应。因此面对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那你法院你这个检察也好，你能拿出多少让社会可以信服的证据，证明你的羁押有正当性？我想这个羁押的正当性，马上就不晓得北院有没有开记者会？等一下，北院应该会出来开记者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对，因为他假如这时候就说不开了，或者我讲完的时候不让你问了，那这个就会留下很大的空间哦。所以在这个时候里这是一个法律案件，但是法律是看证据；这是一个政治案件，政治的斗争就看手法。那目前看起来，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民进党并没有占到多大的上风，没有占到多大的上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请用法律的事实来说服这个社会，不要让政治斗争的演出来扭曲了这个社会，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民进党一定胜之在世，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次对柯文哲的动手是民进党的意志。这报一个鸟鼠仔湾抓一个问题，那来，没有人纯粹一开始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这个是民进党自己本身也必须要面对，也没有人相信你，也没有人相信司法。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好，画面当中的中间呢，您所看到的是目前在地院这边最新状况，可以看到囚车法官声明出来了。哦，法官声明出来了。来，等一等，我们等一下要来看到的是呢，柯文哲的妈妈现在说手机是进语音信箱啦，但是因为现在柯文哲已经被收押禁见了，等等应该会上囚车。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带您看最新状况。今天呢，柯文哲前台北市长面对第2次的羁押庭，刚刚呢结果出来了，是确定被收押禁见。来看到最新的画面，在刚刚呢，他穿着白色的T 恤，白色的夹克外套，看起来手是上铐了，已经上了囚车。同时呢，这个囚车刚刚一个最新画面也可以看到呢，是已经直接开离了地院。那之后呢，他所面临的当然就是现在他是一个被收押禁见的状态，可能只能透过绿箭来了解一下外面的状况，以及只能透过绿箭来让外面知道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就是刚刚在台北地院的一个最新情形，柯文哲穿着白色的外套已经上了囚车，而这应该也算是史上的第1次，包括了前台北市的市长以及前台北市的副市长2人都被收押禁见。现在金华城案已经有5位被告被收押禁见，